对于养花，特别是盆栽花卉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该用小盆还是大盆。在心底总有一个声音在呐喊，用大盆，给它创造大的生长空间，花儿才能撒欢长。但看到花市上出售的花儿，却很容易动摇这个观点，因为花市上很多的花儿都没有用过大的花盆栽种，大多都是用一些稍小的花盆栽的，并且即使用小盆栽种，还都长得很好，品相好，状态佳。那么这就更让人不解了，到底盆栽花卉是用大盆还是小盆呢？正确答案是用小盆。严格来说，是多大苗用多大盆，要根据花的生长速度及现行的大小来确定用多大、多深的花盆，切忌用大盆养小苗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介绍几种花，需要用稍小一些的花盆养，小盆易出状态，大盆反而难养好，花盆越大越易出废品，家里若有要谨慎。1. 发财树。别看发财树的枝粗叶茂的，但是它的根系并不是很发达，都是一些比较纤细的毛须根，且它是浅根植物的代表，这样的根系决定了发财树不能用过大、过深的花盆栽种，因为大盆土多，浇水量大，水分干湿循环慢，容易烂根黑腐，增大养护难度。浅根系植物不适合用大盆养，因为根系无法触及盆底，一旦盆中积水，根系无法吸收底部的水分，就会导致闷根和死苗。就是大型的发财树，为了整个株型更协调，需要用大盆栽种，也需要在盆底多垫一些桃粒类的过水层。2. 虎皮兰。虎皮兰是很常见的观叶植物，很多人都喜欢。想要养好它，让它年年出新芽，一定不要用深盆栽种，最好用口径宽一些的浅盆栽种，也不要用过大的花盆。相对于来说，稍小一些的花盆能让它的根系更健壮，易出新芽，易爆盆。不要为了好看给虎皮兰用深花盆，花盆太深容易积水，很容易让虎皮兰烂根。所以小盆就好，简单就是最美的。如果一定想要深花盆，可以在花盆底部垫上1/2的桃粒，再种植虎尾兰，就能有效避免积水问题。3. 玉树。玉树是一种多浆植物，叶片肥厚，油亮有光泽，枝干生长久，粗壮呈木质化。因为生长快，叶形独持，所以很多人把它打造成小盆景。想要玉树枝干粗壮，株形紧凑，就需要控养。而且玉树的叶有储水能力，耐旱怕积水。因为这2个原因，养护玉树不需要太多的肥水，所以栽种不需要用过大的花盆，用稍小一些的花盆，土壤少一些，控水控肥，肥料可以用多元素控施肥就可以，多晒太阳，注意修剪和塑形，玉树就能变得美美哒。秋冬时节，玉树在保证光照充足，有8到10度的昼夜温差下，它的叶片也能上色，像多肉一样美。4. 金枝玉叶。金枝玉叶又名马齿苋树，叶片肥厚，株形独持，生长快，枝干生长久了，也像玉树一样会成木质化。相较于玉树的枝粗叶大，金枝玉叶看起来更加的小巧清秀，打造成盆景，有一种清新秀雅的美。金枝玉叶和玉树一样，需要的花盆都不大，用小盆利于金枝玉叶的控养，浇水干湿循环的快，在光照充足、合理施肥、造好塑形的情况下，更易养出好状态。5. 多肉。喜欢养花的人大多会养一些多肉，小的呆萌可爱，大的威武霸气，色彩随意季节的变换而不同。同一个多肉，可以清新素雅，也可以绚烂如花，是一种十分神奇的植物。养多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选对花盆，不同的花盆材质、形状、大小、颜色都会影响多肉的生长和健康。如果你选错了花盆，可能会导致多肉发生黑腐、枯萎、变形等问题。我们选择花盆的时候，不要贪大，一定要宁小勿大，宁浅勿深。一般选择花盆口径比多肉观幅大1到2厘米比较合适，方便溜边浇水。如果是要选择控养，不希望多肉长大，可以选择大小刚合适的花盆，或者比多肉再小一点的花盆。也不要选太深的盆，花盆太深，底部容易积水，一般花盆高度6到8厘米左右最为合适。不过个别多肉，但也需要根据多肉高度及生长特性来选花盆的高度。例如玉露就要选择深盆来种，因为玉露根系都是垂直向下生长，是萝卜根，
根系比较发达，需要深盆种植，保证根系舒展开。老庄多肉也需要用深盆来种，一般根据多肉高度来选择合适的花盆，既要美观又要保证不积水。建议在高桩花盆底部垫陶粒，或者倒扣一个塑料盆垫底，以减少盆内的土壤。也可以垫一些陶粒或是碎石子。花盆太矮，多肉太高，头重脚轻。花盆高度和肉高度比例一般是1:1。6. 长寿花。长寿花是景天科的多浆植物，喜欢温暖干燥的生长环境，怕冷怕积水，也极怕热，在高温或是温度过低的环境里都不能过多的浇水，水一多就烂根，所以栽种最好用小盆。小花盆利于控水，给点水就能浇透，满足它的生长，还不易产生积水，能降低后期的养护难度。且小盆养长寿花，控水到位，能让它开花更多更饱满。7. 金钱树。金钱树又叫摇钱树，也叫钱串子，寓意招财进宝，财源滚滚，净化空气，四季常青。金钱树的枝叶有一定的储水能力，根部也是块茎肉质根，有一定的耐旱能力，怕积水，水多易烂根，茎秆黑腐，所以栽种的时候最好用稍小一些的花盆。但是金钱树的枝叶又很长，会长得很高大，若是用小矮盆栽种不好看，因此一般都会选择高一些的花盆栽种。用这样的花盆栽种，就需要在盆底多垫一些陶粒类的沥水层，减少土壤的用量，利于根系的生长。8. 沙漠玫瑰。沙漠玫瑰，这朵沙海中的璀璨明珠，以其迷人的魅力征服了无数花卉爱好者的心。它源自于广袤的沙漠边缘，却拥有与玫瑰媲美的娇艳花朵，故此得名。很多人把沙漠玫瑰打造成小盆景，在未开花时，其叶片青翠欲滴，宛如翡翠般晶莹剔透，而一旦花开，更是美得令人窒息，花瓣层层叠叠，色彩艳丽，有很高的观赏价值。受原生环境的影响，沙漠玫瑰天性耐旱怕积水，喜欢温暖干燥的生长环境。沙漠玫瑰怕潮湿，根系怕长时间闷湿，特别是夏天高温时节，若是土壤过于潮湿，1周左右就会出现闷根烂根的现象。所以栽种沙漠玫瑰最好用小盆，这样土壤干湿循环快，浇水的时候不容易产生积水烂根。盆的大小只要能展开根系即可，土壤最好是透气性好的腐叶沙质土，用小盆用对土，能降低后期的养护难度。9. 君子兰。君子兰的根叶都有一定的储水能力，所以它虽然喜欢湿润的环境，却天性怕积水。再加上它的根系是那种娇嫩易折的肉质根，这样的根系土壤过干易干瘪，土壤太湿则易腐烂，所以栽种君子兰，土壤要用透气性好的兰科植料，同时加入一些有机肥做基肥，比如说腐熟的芝麻饼肥，这样的植料透气轻肥，对它后期的根系的生长及花芽的分化有很好的促进作用。而花盆最好不要用太大的，稍小一些，利于土壤的干湿循环，能让它的根系更健壮。建议花盆的口径达到叶片展开的1/3，深度是能展开根系即可。材质最好是透气性好的陶盆、紫砂盆，也可以是底部排水性好的青山盆。每年都需要调整花盆的尺寸，选择透气的材质。浇水要灵活掌握，见干见湿度，干湿交替。10. 蝴蝶兰。蝴蝶兰是比较特殊一些的兰花，它是一种附生花卉，不能用普通的营养土栽种，它一般是用水苔或是树皮加碎石子来栽种。根系及植料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能用过大的花盆栽。栽种蝴蝶兰最常见的是用红陶、塑料、营养杯。红陶盆干湿循环快，夏天自带降温，非常适合南方一些比较热、温度高的地区，比如说广东、香港、台湾等地。养蝴蝶兰缺点是易繁碱，易积肥繁碱积肥后会导致烧根。另外，对于攀爬能力比较强的原生品种，脱盆比较难，所以2年换一次盆会相对安全。塑料盆、营养杯其实性质一样，塑料盆花式多，营养杯方便套盆，保水性好，但有时保水性太好会导致烂根，所以建议在盆上戳小洞，洞3毫米以下比较合适，大了根容易越狱。同样浇透水，打了洞的塑料盆营养杯，干透的时间会比红陶多3至5天。另外15厘米以上口径的盆建议加个疏水罩。总结，在室内养花，相较于户外种植，
难度确实要高很多。在选购花卉之前，我们不妨多花些心思，深入了解各种花草的生长习性。只有做到按需养护，才能让它们在我们的呵护下茁壮成长，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。其中，花盆的选择便是一个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因素。花盆不仅承载着花卉的根系，更是它们生长环境的一部分。因此，选用合适的花盆对于花卉的生长至关重要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还有其他养花经验，欢迎评论区分享给花友。如果对分享的内容有其他意见，欢迎及时告诉花花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